韩国人吃不起牛肉，逢年过节送2片牛肉都算是高档品，这听着有点扯淡。好歹是个发达国家，韩国人均年收入也有个小20万，吃点牛肉是什么很难的事情吗？在2022年，韩国人均牛肉消耗量就高达11.4公斤，比我国的3倍还多。尽管如此，他们吃不起牛肉依旧是事实。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球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韩国位于朝鲜半岛南端，与朝鲜接壤，国土面积约为10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5144万人。韩国的物价虽然有点高，但对于收入来说呢，想要吃点牛肉应该也不成问题才对。而且要是走进韩国超市，就会发现其实也有50-60一斤的牛肉。那为啥会说他们吃不起牛肉呢？其实韩国人真正吃不起的是本国产的牛肉，也就是韩国人引以为傲的韩牛。那些便宜的都是进口肉，韩牛的价格很高，档次稍微低点的价格能达到600-700人民币1公斤，档次好点的1公斤上千的都有。好家伙呀，这价格比金价都要贵得多，这哪里是吃牛肉啊，分明就是吃钱呐！也难怪不少韩国的影视剧逢年过节去送礼就送韩牛，而且还只有几片，看着是挺寒酸的，可收礼的人那叫一开心。搞半天韩牛在这些韩国人眼里还真就是个高档品，便宜的是进口，贵的反而是本土产的。按理说本土产的应该会比进口贵才对，毕竟要加上关税等费用。那为啥在韩国这两个怎么就反过来了呢？原因有2个，一是和美国有很大的关系，另一个呢就是韩国本身出了问题。韩牛的贵呢是有目共睹的，能被当成高档品，上千块1公斤的价格，搁谁身上受得了？但它的价格之所以会飙到这么高，美国得背一定责任。为啥这么说？首先要知道的是，韩国不是一个农牧业大国，就它那点产量，想满足5000多万人是不可能的。该怎么办？那就进口呗。美国农牧业发达，产量也高，所以韩国就荣升为美国牛肉第3大进口国，每年几十万吨的买牛肉。但是吧，美国牛肉就是有点小问题，时不时就闹出点病来。这不，在2003年的时候，美国查出疯牛病，而且还有韩国人吃美国牛肉把人吃没了的事儿，这可把韩国人给吓坏了。政府急忙禁止进口美国牛肉，但进口少了，韩国人就没有牛肉吃。原本呢数量就少的本地牛肉，那价格自然是蹭蹭蹭的往上涨。才过了1年，价格就暴增到了400-500人民币1斤。等过几年后，韩国政府以为事情过去了这么久，民众应该没啥问题，打算和美国签个协议，要求美国在质量上把关，我继续进口，你愉快挣钱，大家皆大欢喜。结果呢，韩国人着实是被搞怕了，直接爆发10万人的游行，说美国要背锅，那是一点都不冤枉他。但美国牛肉只是次要原因，毕竟市场价格的高低还得讲究供需关系，供给小于需求，价格自然会上涨，这很合理。但再怎么上涨也不至于涨得这么快这么高才对。而主要原因呢，是韩国人自己有很大的问题，因为他们的牛肉关乎的不仅是吃，还有他们的面子。韩国人是真的吃不起牛肉吗？那当然不是，吃不吃他们不在乎，面子挂得住才是最重要的。韩国呢有种很奇葩的想法，叫做身土不二。这什么意思呢？说简单点啊，就是自己的东西永远都是最好的，别人不管有什么亮点那都比不上。这体现在牛肉上，就是那些进口的牛肉都是谣言贱货，没钱穷的人才会去吃。真要说好的，还得是自家产的牛肉。再加上因为进口产品的原因，韩国本地的养殖户呢根本赚不到几个钱，好不容易逮住一次机会，他们更会疯狂的宣传。而且这一点呢，不仅仅体现在牛肉上面，包括农业等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。就比如说白菜，韩国一颗白菜得几十上百人民币，贵的连泡菜都做不出来，还得从我国进口。现在韩国有90%的泡菜都来自中国，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奇葩的想法呢？原因很简单，还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就不行。一个农业洼地，这么少的土地和耕地面积，就算想发展，能发展得起来吗？但韩国人偏偏不接受事实，捡硬件不行，那就拼命的在软件上找补，天天给国民洗脑，说自家这东西有多好。虽然这种办法确实能提高本国农民的收入，但问题是，这是建立在牺牲国民和政府的利益换来的。在这种绑架下，韩国牛肉以及各种产品价格直线飙升，但韩国人呢依旧心甘情愿为它买单。毕竟韩牛价格高低关乎到的还有自己的面子，敢降低一点那都是在打自己的脸。别说降了，他们自己还得拼命的宣传，争取让价格再创新高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用你发财的小手赶来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